碰到了怎样的困惑？不会，我不会，当然不会，我绝对不会。有点一头雾水，但是你仔细看那几个问题，会发现在一段感情当中，好像处处都是悬崖。下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芳，25岁，来自宁夏，公司职员；女嘉宾娇娇，23岁，同样来自宁夏，一名公司职员。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我愿意。今天为什么来？我受不了他在一次又一次欺骗我，就想跟他分清界限。啊，分手。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跟别女的老是有联系，藕断丝连。你就分手就分手，在生活里不就分了，干嘛到我们这儿分啊？但是他每次私底下老纠缠我，我受不了。我也不想和他分手，我心里面一直爱的是他。你爱的是他？对。我听听是怎么爱的。因为之前我们相识是2年前朋友聚会上面，然后我们对彼此都挺有好感的。就加之我特别喜欢打篮球的男生，觉得特别有魅力，特别帅。正好他就特别擅长于打篮球，然后每次在我这边特别主动，然后每次都要求送我回家什么的。我觉得这小伙不错呀，有可以的话可以交往一下，那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可在一起之后就感觉他态度特别恶劣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什么，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，发烧，然后我特别希望呵护照顾我，这理所应当啊。那我也没有不照顾你呀。但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那什么态度啊？不就发烧吗？吃点药就行了吗？这是理由吗？我是你女朋友啊。那我不可能上班，我在办公室坐的，领导也在，我一直抱着手机和你打着不放吧。但是你和你朋友出去玩呢，我在家等你啊，那么晚了，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不接，那算怎么着啊？我和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，人家都不让玩电话。那是理由吗？电话打不了，然后发短信也可以啊。那我回家不是给你发了吗？这些也就算了，最让人受不了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挺长时间的，然后就想着彼此见一下父母总归是好的，我跟他说了，然后他挺乐意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等到那天是我父母都买菜饭都做好了，就等他呢，然后他是一点音讯都没有，然后我就说这也不行呀，那我打电话问他吧，然后他就冷不丁丁来一句有事来不了了。当时我上班，你让我怎么去？那你可以提前说呀。不是主任，您不知道我在供电局上班。人家小区停电了，我要去抢修我不可能为了去吃饭不管人家小区吧。那你第二天有没有登门跟他的父母道歉呢？没有去，因为第二天就和他闹的矛盾挺大的。我父母就觉得他放我们鸽子，对他印象特别差，就觉得这男孩不是对我真心好的那种的，然后每天在我面前老抱怨，加之我闺蜜跟我关系特别好，她也知道的，然后我们俩怎么认识怎么在一起她都知道，然后有一些经常跟她有一些小摩擦什么委屈，然后我全都告诉她了，然后我这闺蜜就说这样男你靠不住，当她那么一说，然后我一下头脑发热，我就跟她提分手了。你跟她提分手了？对，你不可能因为这些事和我分手吧？然后呢？是因为这件事吗？然后我就跟他提分手之后就想气他，然后他也不联系我，然后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共同朋友就说，娇娇你知道吗？你前男友居然跟你闺蜜搞到一起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呀？你闺蜜劝你跟他分手，结果他们俩好了，又搞到一起了。小 Z 是好了吗？是因为是啊。刚才你还说抢修是有理由，到这儿时候这就不算理由了吧？主要他和我闹得也挺厉害的，那会儿对，好吧。分手了以后怎么又在一起了？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就觉得他们俩在耍我，然后就彻底断联系。断联系之后，然后他又过来找我，我闺蜜怀孕了要做人流，然后他没钱，他又过来找我。你闺蜜怀孕了？对。那时候因为玩的挺厉害的也没什么钱，这种事我不敢问我的父母要钱，我就找到他了。你跟你的前女友闺蜜有了孩子，然后你们要去动用钱的时候，你找你的前女友。对，因为当时挺着急的。
气死我了。然后事情完了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我对象那个就是那个秘密，那个女的她手机上，她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啊，她给那个男的说，你的孩子我已经打掉了，请你以后不要骚扰我，和男朋友挺好的。哦，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有点，我就特别气愤，然后我心里面也一直想的是他，因为当时问他借钱，他也借给我了，一直挺感激的，最后还是一直爱着他，又找他来了。所以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你就觉得还是这女孩好，对，因为她傻呗，因为我一直都爱着她。你爱着她，还跟人有孩子，那孩子不是你的，行吧，这你能接受吗？他本身就是我初恋，对他心存念想，这件事之后他的改变确实挺大的啊。然后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挺好的。然后心软了，就说那好吧，那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就又在一起了。对，又在一起了。那后来呢？就因为后来那个我闺蜜那女的对他死缠烂打，不仅去他单位闹，然后又跑到我单位闹，指着我说我抢她男朋友，这算怎么回事呀？然后我就跟他商量，我就说这女的我们真惹不起，然后能躲得起也可以啊，然后就跟他离开老家。然后来这边发展，虽然日子苦点累点，我觉得有他在我身边就足够了，挺踏实，挺充实的。从宁夏就出来了。对，来这边打拼。对，我们就来天津了。有。然后我觉得这样不错呀，但是之后更让人气愤就是都这样了，他们俩又联系到一起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俩联系了呢？那又不是我要联系他的，是我无意间在他手机上看到他们俩有聊天，但是没有记录，他把聊天记录给删了。那还是怕你生气嘛，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了。那你这样做不是更显得心虚吗？那你既然都在电脑上看了我们聊天记录，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话，他经常来找我说话，也弄得我挺为难的。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呀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你的心是够大的，姑娘。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生气啊，因为经历这么多了。然后我要求跟他说是换什么，所有联系方式都换了，他还就是特别老不情愿的。但我最后也换了呀。你要把电话 QQ 换的太好了，就是因为换了，我才知道你有多恶心，我真的太天真了。怎么了？然后那什么，他就说他们家有事。家里面有事，那行，那你回去吧，先处理完，毕竟家里人重要啊。然后他就回去了，回去那几天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老不接电话。我手机不是在火车上丢了吗？我回来都跟你说了。就因为就是这，然后我就着急，特别着急，然后我就联系他们家，然后电话打过去，他父母说压根就没事。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闹，他没办法，他就说他又跟我闺蜜见面去了，这算怎么着啊？等于说你以父母生病为名去约会去了是吧？不是，当时您不知道，过去是这样的，主要是他闹特别厉害，他非要来天津来找我。不是他闹什么呢？他就闹死闹活的，非要来，就是他从我朋友那儿知道我的新电话。不是你这身上有什么魅力，就两个女生对你如此死心塌地呢？我当时我也弄不明白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回去了。不是，反正因为我和他说好，我最后见他一面啊，然后我就回去，最后还是让他发现了。那个女生现在还纠缠你吗？还有。这次是死，那下次要跳楼，那你怎么着呀？你是不是还得去？我已经和他说好是最后一面了，我不会再见他了。有再一下就有再三再四。但是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你每次老是拿这种借口来搪塞我。我不是来这都不联系他了吗？对于你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想离开你。今天来这儿，我就是想和你好好在一起，你别离开我好吗？在你们俩交往期间，咱们今天都说实话啊。在你们俩交往期间，你跟她的闺蜜有往来吗？没有，因为基本上说实话，真没有。说实话，我和她每天在一起，她和她闺蜜关系特别好，基本我和她一出来，她闺蜜也在。所以我们的事情她都知道。那你们俩那次吵架之后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她闺蜜好上的？有半个月了吧。就是跟她分手半个月之后，你就跟她的闺蜜好上的。是她闺蜜主动还是你主动？我从来没主动过，因为我就没喜欢过她。对，她一直。但是你还是让她有了孩子。不对，那孩子还不是你的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你才离开她的闺蜜是吗？是。好，为什么这个女孩对你们不依不饶，反反复复呢？反正她说她就是喜欢我。不管怎么样的方法都要在我身边。那在你的心里是喜欢这个姑娘还是那个姑娘呢？我一直喜欢的是她。老师们，你们看看这种稀里糊涂的
我不想说它是一段爱情，这种稀里糊涂的一对主人公，命运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芳，篮球打得非常好，对吧？对。我感觉你对爱情的态度，真的也非常想打篮球，拼命的抢，拼命的追，得到了就抛出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2个人，娇娇被你的那个闺蜜离间成功才半个月，她就被你闺蜜拿下了，这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经不起勾引的男人。半个月，而且是你的闺蜜。当然这个当中呢也说明，这么容易被挑拨离间成功，你们2个人的信任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。但是娇娇，就像赵老师说的，你的那个心啊真的是太大了。你看，你明明知道是你闺蜜和她的孩子流产，当然是人家的孩子你是不知道的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你居然还会借钱给她。我当时是没有想到这事，我就觉得对我闺蜜挺恨的，然后我觉得我不想看到他们俩孩子出事，然后就没想，我也觉得她还挺难的，我就借给她。再说了，她最后被骗了，在我看来这是活该，你又把她回收回来了，你难道是废品回收站的？她要回来了你就回收了。因为她毕竟是我初恋，我觉得对她还是初恋，你也要看看人呐。但是他们2个人的事情呢，也确实也值得我们的女孩子反思一个事情。你看，娇娇，你们2个人要好的时候，你有一点委屈，有一点感情的事情，都是向你的闺蜜去哭诉的吧？对，她每次遇到这样状况就说你赶紧跟她分吧。我也当时就没多想，我觉得我闺蜜对我挺好的。你而且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感谢我的闺蜜多好。所以你看，向闺蜜哭诉真的也存在着风险。所以我最后想说一句，闺蜜有心机，倾诉需谨慎。小芳，我开始看你这文案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暖男，结果我现在看来啊，你是经不起诱惑的一个男孩。什么是爱，你并没有闹清楚。你既然跟他分手了，你们还躲出来了。你到了天津，他怎么能知道你来天津？所以你就一直没有断。娇娇看来是非常让人同情的一个女孩，你太傻了。有一句话叫初恋的女孩不懂爱情啊，你实际上你并不懂爱情。所以我就说，小芳，你这所作所为是不被人们所赞同的，你应该很好的反省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同样需要反省的就是娇娇，你看中她什么了？之前就觉得她挺有魅力，特别吸引我。魅力来自于什么？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看打篮球男生，然后他当时就没找之前对我特别主动，而且觉得什么方面都为我想特别周到，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欠缺的。对，所以你这种想法其实代表了非常多的女孩，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恋爱这种女孩的一种心理状态。对，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女孩对所有的爱情的憧憬都是来自于书本啊、电视剧呀，然后等等等等，比如说长得帅、打篮球好啊，有某项特长，同时又体贴，哎呦，简直就是完美的白马王子。而一旦这样的人出现，很快就会被拖入情网，也许是一个情网，也许就是陷阱。他就是用他所有这种外向的这种嗜好来捕获你的芳心，迷惑你，你绝对要跟他分开，而且要警惕所有类似于这样类型的男孩对你的示好。你要真正知道恋爱找的对象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外在和内在的素质，而最关键的爱情专一，专一是必须的。还有在这里，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你的闺蜜，因为2个人在一起能够长久的在一起，一定是志同道合，而她和你的闺蜜那是臭味相投，她们是一类人。
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被他的这种谎言所欺骗？他的骗术并不高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还是在遵循自己内心的那点幻想，一次一次的纵容。所以说，就是一句话，跟他分手。有多少愚昧的善良，就会有多少无耻的邪恶。其实真正的伤害并不来源于罪大恶极，又或者是精心的阴谋。其实真正的伤害往往就来自于受伤者完全久而久之的没有了痛点，所以伤害你的人才会肆意而为。从时间点上我们来分析一下，你的那个闺蜜怀的不是她的孩子，她跟你分手半个月跟她闺蜜在一起，也就是说当你跟她在谈恋爱的同时，你的那个闺蜜跟她的前男友正打得火热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吧。为什么是应该呢？你不了解你的闺蜜吗？因为这种事情她很少跟我说的。那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跟她说呢？我觉得我当时对她真的没有防备之心。所以说，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想到底，真正让我们厌恶的，让我们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她和她的闺蜜可以无耻，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。你可以善良，但不能够愚昧到这种地步，这是让我们不可思议的。你看你的闺蜜跟你声称是闺蜜，在跟别人打得火热的同时，一昧的怂恿你们分手，而后马上就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了之后，有了孩子，居然找你来借钱，他居然厚得下这个脸皮。然后你的闺蜜撬了你的男朋友，一点愧疚都没有，而且当她回到你的怀抱之后，还又一心一意的来拆散你们。你的闺蜜为什么可以这么无耻、没有羞愧之心的来对待你？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。她也是这样，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心一意的对待你、呵护你，好吧，她没有愧疚之心，她以背叛的方式和你的闺蜜在一起，和你的闺蜜在一起了之后，按道理来说，他见到你都会脸红吧，他会不好意思吧？他没有，他相反，他有了孩子，他居然能够舔着脸来向你借钱。我们别说是因为什么方式借钱，就一个男生向一个女生借钱，本来就够不好意思了，还向前女友借钱就更不好意思。而且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打掉他跟另外一个人背叛的那个人生的孩子，这个脸都到哪儿去了？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男生，你跟他分手15天就跟他闺蜜在一起，你有良心的谴责吗？有，你跟你的闺蜜在一起有了孩子，你怎么厚得下脸皮又向她借钱呢？你的脸在哪里？你的自尊心在哪里？你怎么好意思向她开得了口呢？好，后来把孩子打掉了之后，跟她闺蜜分了手，你怎么又好意思回来找她呢？所以这是我们特别不能明白的。然后另外一方面让我特别不可思议的是，你居然可以一次次原谅，为什么？就因为当时他是我初恋，而且这件事之后他改变确实挺大的。然后不是，你怎么可以原谅呢？你没有记性的吗？别人伤害你，你会痛吗？会不会痛？我现在真想上去掐你一下，看看你有痛点的吗？会。你会痛的话，为什么你们能这么容易轻易的原谅他呢？觉得他也是被人骗了，然后心特别软。你真的很坚强。你觉得你对他的善良和对你闺蜜的善良换来了同样的善良和愧疚吗？换来了吗？没有。拜托你啊，就是他们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支持的，但拜托你有点自尊好不好？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我们不说我们不要记一辈子，但是如果不尊重别人对自己的伤害，那就是不尊重自己，你明不明白？明白。怎么了？心里面挺难受的。人没办法，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啊，对吧？因为当时太年轻，总是不是，这跟年轻不年轻没关系，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错误买单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不要找借口和理由。他的诉求很简单，不要再纠缠，好好想想好吗？好啊，没关系，年轻，经历了这一次可能是一个新的生活起点，真的转变了，生活还是美好的。接下来的时间
属于这一对浑浑噩噩的年轻人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的心里面一直有的是你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有多爱你，你也知道的。我当时是做的很红胀，我会以我以后的表现来证明，我只爱你，你别离开我好吗？一次又一次的伤害，一次又一次的欺骗，我每次选择毫无条件去相信你，换来结果总是让我痛彻心扉，真的再也受不了了。跟我在一起同时跟我闺蜜藕断丝连，还有联系，真的让我受不了了。但是我真的不是愿意想骗你的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这么下去。我真的希望你别离开我，能不能考虑一下？哎呦，哼，第一句话出来让人生气啊，教不会啊这孩子。还有一种帮助的方式，谁要？我来看一下 ：A. 求助现场观众 ；B.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；C. 再次的求助爱情导师。你的选择是 C。来，涂老师。这小子说了一句叫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。没错，人非圣贤，谁不会犯过错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一错再错。你不能每次说你犯了错都要让别人来承受代价，自己轻飘飘的说一句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。所以你最可恨的是在这儿，而你恰恰是造成他不支持的主要原因。对别人的原谅一定要有所底线。如果你对对方的原谅毫无底线，对方不会把你的原谅称之为是慷慨，你是把自己的原谅变成了挥霍，你挥霍了对别人的信任，挥霍了对别人的宽容，所以你的原谅和宽恕一点都不值钱。就这个。交换箱子，两人回到门里吧。谢谢两位哈，请回。请关门。你看这一对的时候，真是气得牙痒痒的。就整个的这段恋爱当中，除了混乱就是混乱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，请开门。